最强90花之战，杨紫和热巴的新剧都定档暑假，都有爆款潜力。虽然暑期档才刚刚开始，但不少热门歌曲已经涌现。其中《玉骨遥长风渡》以及刚刚上线的《我的人间烟花》等剧已成为网络热度榜前3名。常客每部剧可以说都展现出了很强的竞争力。而经过第1轮暑期混战和热身，随着暑期档的深入，更多新剧即将加入战局。其中最引人瞩目和期待的就是2位90后小花杨紫和迪丽热巴出演古装新剧。作为同时期小花中的佼佼者，她们也是公认的古装美女。鉴于作品本身就有爆发潜力，这或许就是最强90后花之战来了。杨紫长相思，作为暑期档的常客，从2018年的香蜜沉沉烬如霜开始，杨紫几乎每年都有暑期档播出的作品，而且都是绝对的当季热门作品。之前的亲爱的、热爱的，去年的沉香如屑等作品，可以说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，都是流量绝对有保证的。而今年杨紫即将上映的电视剧《长相思》也是一部预约数早早突破200万大关、关注度极高的电视剧。秦真和杨欢2位女导演以及原作者童话创作，多重情感线交织，画风优美，剧集整体品质也非常好。阵容方面，杨紫担任女主角，张晚怡、邓伟、谭健次、王弘毅4位人气小生担任男主角，戴鲁娃等实力派助阵。整个阵容可以说是颜值高、演技好、竞争力超强。在《长相思》中，杨紫不仅再现了漂亮的古装，还有男扮女装时的飒爽造型，还将与4位实力派青年学生有很多对手戏。杨紫的演技也将得到充分的展现，整体表现可以说是非常不错，非常值得期待。就《长相思》的整体品质而言，堪称神木偶戏的天花板。从剧情的亮点到演员的亮相，还有杨紫的个人表演，暑期档播出都将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，焦点甚至有望掀起新的追剧狂潮。迪丽热巴的《安乐传》，虽然迪丽热巴暑期播出的剧集不多，但之前搭档的《你是我的荣耀》在暑期试水取得的成绩非常好，拥有超高的播放量和热度，本季绝对爆款剧。这2年，迪丽热巴的个人表现也非常出色，无论是本色出演的明星，还是漂亮的古装，甚至公诉中飒爽干练的检察官，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因此，当迪丽热巴搭档龚俊等人主演的《安乐传奇》的消息传出时，也是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关注和期待。一直以来人气极高，相关预订量早早就突破了300万。还有各种预热和关注，未播先火绝对火爆。由《山河令》原班人马打造的《安乐传奇》不仅在剧情中融合了爱情、侦探、家国元素，十分精彩，在古装方面也是佼佼者。制作中的剧集，精美的令人信服、代入感十足的场景，以及各种战争打斗场面，无一不透露着绝对的品质。饰演女主角的迪丽热巴很有长歌行的既视感，女装的靓丽，男装的飒爽，各种打斗场面的完成度，还有对剧情的演绎程度，人物都非常优秀。迪丽热巴在自己熟悉的科目和领域显然更加得心应手，更何况此次搭档的男主龚俊也是时下最热门的小生之一，颜值演技兼备，实力绝对。男2号刘宇宁，还有裴子天、夏楠、王艺婷等配角，也是颜值高的当红花生。这样的阵容也让《安乐传奇》极具竞争力。就《安乐传奇》的实力和个人表现而言，迪丽热巴也有望成为暑期档最耀眼的小花之一，让她的人气再上一个新高度。就杨紫和迪丽热巴的新剧质量而言，都是古装剧中的精品之作，一个是仙魁，一个是远古傀儡。虽然题材不同，但品质都极高。看什么，相关制作也足够优秀，两人的个人表现成为了最直接的衡量标准。一旦其中一人表现更好，无疑将成为今夏90花最强的存在。玉骨妖口碑逆转，肖战改写面瘫男主设定，网友巴掌来得太快了。连续更新6天的玉骨妖，终于在一片骂声中迎来口碑逆转。当然，肯定有人会说，无论表演如何，粉丝都会接管。然而，这一次确实不同了。
谁知道鹅厂捧了2年多没有播出的古偶剧《玉骨遥》，成功在之前的 S+ 制作中挽回了面子。特效、剧情、说服力都不逊于最新作品，剧情甚至横扫了题材中即将拍摄的一段木偶片。仙侠的剧情终于回到了仙侠本来的样子。仙侠只是创作的外壳，侠才是支撑剧情的核心。不再粗暴的迎合市场、仙魔交叉、生死残酷、几世轮回的爱情，而是真实的肉身。开播后，观众吐槽女导演min美貌疯狂，不少人表示劝阻。不过得益于鹅厂的排班方式，已经连续19天更新了。前期人物铺垫，没想到6集定律确实存在。6集播出后，不少观众表示笑得太早了。剧情慢慢回暖后，我也接受了任敏在剧中的扮相不够惊艳。确实，6集之后，石英被任命魏少司明，在云皇6部中领衔。各部弟子上山试炼，奋勇争先，男女主角进入混乱地牢，奉祀新侨民场面，观众很难不被吸引。虽然是持续更新，但暑期档有足够时间追剧的观众还是等不及了。社交平台上提前发布的花絮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。其中有网友表示，终于有一个古代傀儡英雄，冷不麻；终于有一个不浓妆艳抹的古代傀儡英雄了；终于有一个古代的傀儡英雄，不靠妆容，只靠眼睛；终于不拖地恨天高的古代傀儡男主出现了。肖战真的很了不起，在这么多以前无法超越的传奇作品中，他竟然还能实现独特的突破，带出另类的惊喜感，真的很了不起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年轻演员演技这么好，这么懂观众，大部分都是围绕着肖战的古装，然后就被他的演技征服了。但确实，连作者看到肖战的古装都走神了，忘记看剧情了。就连一向对肖战审视水准极高，快要被第1集的节奏带走的豆瓣网友们，也看到了肖战在《玉骨遥》中的表现180度大转变，这确实很少见。除了颜值，更是对剧情的恭维。在吐槽踩踩的情况下，播出第5天，《玉骨遥》进入新周榜第1，肖战饰演的石影一角在台内的人气纪录被一次次打破，气势如断竹。1天之内，鹅厂就发布了3篇战报，已经是2023年人气破1000万最快的电视剧角色，也是2023年首个人气破1000万的古装角色。肖战带来的热度不仅横扫台内外各大排行榜，该剧情甚至引起了网友的讨论。当观众从颜值问题回到对剧情的讨论时，就说明剧情已经吸引了观众。男主石英这个角色原本是空桑之子，星光满面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他将会是下一任空桑皇帝。结果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。一心想要恢复国家的裕人，秋水不顾腹中的幼子，选择自杀来分隔北缅帝、白燕皇后和世英的位置，他真的成功了。就连云皇6部最偏远的西皇室族公主朱颜，从未见过王子，也知道从未见过的王子是神，则是如日月一般，春暖花开。要知道这公子在外面的名声有多么高，甚至还有孔桑的希望，人鱼族想要恢复国家就更无望了。白岩为了救世英，请首席大臣带领他去九夷山修行，从此隐居，将母亲救出宫。这成了石英关心的事，但天不遂人愿，唯一爱他的母亲也因他而死。然而，既是伴父又是师父的大司命却一直在向石英灌输仇恨，差点把他变成恶魔。朱颜的出现，带回了即将成魔的石英。他像一团热情的火，逐渐温暖了石英的内心和生活。看完8集，尤其是新桥的名场面，我明白石英会毫不犹豫地爱上不太优秀的朱颜，不仅是缘分，也不是只有预言。如果错过了开头，当然就无法理解后续的剧情发展。所以观众之所以觉得前期准备时间过长，也是受到了快餐文化的影响。最近几年，受到与古妖的介绍的影响，或者是这位被提前定义为孤独高冷的大祭司的影响，给观众的印象会不会是生人所见的冷漠麻木的面孔，不宜亲近，故作身有古装霸王感。结果玉骨妖播出后，石英这个人物和简介里介绍的根本不一样。我发现严重的毒舌、搞笑、愤怒、腹黑，给这个角色增添了神性之外的一抹烟火。正常人应该有爱、恨、嗔、痴7情6欲，
就像肖战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那样，高冷的性格并不意味着面瘫。从星辰捧月跌落谷底，被亲生父亲唾弃，被母亲欺负，被做黑衣人的大统帅包围，还有上古神鸟的暗讽，结果都没有动摇石英的决心。他心中善良，谶语之事其次，做人之德第一。面对天赋稍晚的朱颜，他细心教导他，甚至说法宝不如人命重要。如此正直的三观，在古代木偶中出现实属罕见。虽然无法与《仙剑奇侠传》等经典作品相提并论，但玉骨绝对是近年来古偶题材中为数不多的以侠为骨的剧玉之一。除了被审视之外，肖战还经受住了网友的抽查。以前演技是用来抱怨演员缺乏专业精神的，一切都交给了配音演员。结果玉骨遥中只有肖战主演了原声配音，但肖战在一群专业 CV 面前却毫不犹豫，逊色一点，而肖战的声音更是为石英这个角色锦上添花，冷漠却又温柔，带着上天的疏离和冷漠，又带着少年的青春温柔，非常符合这个角色。追完肖战的2部剧，从古装剧《梦里海无缝衔接跨度非常大的古偶剧《玉骨遥》，肖战能承受句丢脸4个字，什么叫演技？粉丝们不仅是所谓的接戏，追剧的气氛也延续了上一场。该剧因为女主角的颜值而遭到嘲笑，甚至还引起了网友的关注。和其他剧一样，配角是不允许上台的，还在积极讨论剧情。最重要的是，粉丝不仅是粉丝，更是观众。你不能因为别人有很多粉丝，就给一个节目预设一个不好的标签，这不是客观评价，而是偏见。